第90分钟多，补时阶段，西雅图这座挤满了美国球迷的球场，本来还盼着中场前能追回点颜面，这会儿已经安静的能听见叹气声。比利时的瓦纳肯在中场轻轻一拨，球给到禁区左侧，一个膀大腰圆的老前锋跟了上来，胸口把球一卸，右脚往门里一推，皮球贴着草皮滚进右下角。美国门将扑救的手慢了半拍，进球这人啊叫卢卡库，33岁，比利时队史打进球最多的前锋。他转过身，张开双臂，冲着看台就是一声怒吼。这个球是今晚比利时打进美国的第4个。几秒钟后，中场哨响，比分定格，比利时4-1，把东道主美国干净利索的送回老家。而进这最后一球的卢卡库，美国人看着他牙根都是痒的，因为12年前把美国淘汰出局的也是他。这笔12年的老账，咱一会儿细算。先说说比利时今天为啥对美国下这么狠的手，这得从昨天说起。一件让全世界球迷直揉眼睛的事，美国队的头号射手巴洛贡上一场对波黑吃了张红牌，按规矩今天这场铁定得停赛。可就在开球前，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给国际足联打了个电话，要求复核这张红牌。紧接着国际足联就把巴洛贡的停赛缓期1年执行。今天他能上了，这一下捅了马蜂窝。管着欧洲足球的欧足联公开发声明，说国际足联越过了红线，用词是史无前例，不可理喻。比利时足协直接表示震惊，当场提申诉，被顶了回来。说白了就一句话，一个总统的电话，把几十年的老规矩给改。这事儿的来龙去脉，老马上一期专门唠了一整期。想看明白前因后果的老铁，点右上角那个链接补课。今天咱不纠缠这个，今天要说的是球场上比利时怎么用4个球把这口气替所有人给出了。先摆摆两家的家底儿，这场才看得明白。美国东道主家门口踢世界杯，今晚66000多号人把球场坐得满满登登，清一色的喊美国。上一场刚2-0赢了波黑，破了个20多年没赢过淘汰赛的老魔咒。全队正憋着一股劲儿，想在自家门口走得再远一点。可论纸面，美国的世界排名比比利时低了一大截。美国队这些年最拿得出手的球星是队长普利西奇，在英超豪门踢球，算得上美国足球现在的一张门面。比利时呢，欧洲的老牌劲旅，家里那批人被全世界叫做黄金一代，门将库尔图瓦，老前锋卢卡库，加一帮中场老江湖，凑一块踢了3-4届世界杯，啥荣誉都摸过了，就差一个大力神杯。这届是他们公认的最后一舞。看过咱上一期的老铁都门儿清，就这支比利时上一场0-2落后，踢到85分钟，一脚射正都没有，愣是从棺材里爬出来，把塞内加尔给翻盘了。这帮老家伙刀架脖子上，手都不带抖的，是真见过大风大浪。哨一响，场上的剧本跟赛前那通电话开着头完全两个味儿，压根儿不是美国压着打，是比利时上来就摁着美国揍。开场头1分钟，比利时就连着来了3脚打门，特罗萨德、蒂勒曼各来一脚被封堵，边后卫卡斯塔涅一记远射又被弗里斯扑了出去。第2分钟，德凯特拉雷抢的一个头球，还是被弗里斯给拖了出来。第8分钟，蒂勒曼禁区里再来一脚推射，稍稍偏出。开场这10分钟，美国基本没怎么过半场，被压得连大气儿都不敢喘。门将弗里斯一个人成了全队的救火队长。就这么摁着摁着，第9分钟，球还是进了。比利时中场拉斯金一脚做球，德凯特拉雷禁区里近距离一推1-0。这个德凯特拉雷是比利时锋线上正当年的攻击手，今晚这场他是绝对的主角。你先把这名字记住。美国被压得基本喘不上气，可足球就是这么邪门。第31分钟，美国捞着一个前场任意球，顺嘴给头回看球的朋友说一句，任意球就是对方犯了规，把球给你摆地上踢，防守的人得往后退9.5米远，排成一堵人墙戳那儿挡着。美国的中场蒂尔曼上去一脚，球擦着人墙一蹭，拐了个弯儿，鬼使神差就钻进网窝了。1-1扳平。全场被人摁着打的美国，就靠这么一脚冷不丁的定位球，把比分给掰平了。这一脚也是他们整宿最高光的一下。问题是这高光只活了2分钟。第33分钟，比利时右路特罗萨德一记转中，又是德凯特拉雷高高窜起来一个头球，砸进右上角，1-2梅开二度。美国刚扳平，屁股还没坐热乎，比利时扭头就回敬一个，2分钟一扳一超。你最风光的那一下，恰恰是强队最想给你捅刀的时候。这个德凯特拉雷今晚一个人梅开二度，一会儿还有一次助攻。美国那条后防线
硬是让他一个人从头到尾溜了个遍。进完这个球，比利时也没收着踢，还在往上压。第39分钟，中场拉斯金一脚劲射，又被弗里斯给扑了下来。美国这边越踢越急，主力麦肯尼一个凶狠的抢断，吃到一张黄牌。你能看出来，落后的美国有点乱了方寸。上半场眼瞅着要完，美国也不是没机会。一次进攻，中卫弗里曼头球顶偏了，紧接着就是那位被总统捞回来的巴洛贡，队友德斯特一脚直塞喂到他脚下，近在门口。巴洛贡抬脚一抡，高了，球飞过了横梁。你细品这画面，花那么大力气捞回来的人，上半场最好的一次机会打飞了。半场哨响，1-2，美国带着遗憾回了更衣室。下半场，比利时干脆利索的把这场球给彻底杀死。第57分钟，坏事的是美国门将弗里斯，他的禁区外的处理球一脚没踩瓷实，球让比利时给断了下来。德凯特拉雷做球往边上一横敲，跟上来的瓦纳肯抬脚就是一记远射，球跟长了眼睛似的直挂死角。1-3，这种从禁区外20-30米开外直接轰进死角的进球，球迷有个专门的叫法，叫世界波，意思是这一脚的成色搁全世界都是顶尖的那一档。瓦纳肯这一脚基本就给美国判了死刑。你看这个球的成分，门将一个低级失误，加上一记世界波，说到底美国是自己先崩的。再往后看的美国数据其实挺唬人，整场控球率56%，比比利时还高出一截。可你要真盯着球看，这球权全是白给的，在自个儿半场倒来倒去，一到人家门口就没辙了。控球率高不等于有威胁，这就跟俩人拌嘴似的，一个从头叨到尾，句句还都是客气话，另一个一声不吭，瞅个冷子一拳把你撂倒。美国就是那个叨叨了一整宿客气话的，就连他们的队魂普利西奇，一个平时能突能传的好手，今晚也被比利时中场死死掐住，使不让进。整个下半场，美国也就零星几脚不痛不痒的远射，连一次像样的攻门都凑不齐。比利时那边稳稳退后一步守着，反倒还打了美国好几次反击。美国主帅也不是没挣扎，接连换人想搏一把，可换上来的人一样敲不开比利时的门。眼瞅着比分从1-2变成1-3，主场那6万多人的声浪一点一点的小了下去。那被总统捞回来的巴洛贡呢，下半场倒是逮着一次单刀，一个人面对比利时门将库尔图瓦。这库尔图瓦是当今世上最好的门将之一，身高快到2米，往门里一戳跟堵墙似的。巴洛贡这一脚被他稳稳当当摁住了。全场下来，巴洛贡3次机会一个没进。赛后评分只给了4分。那通电话花大价钱请回来的前锋，隐身了一整晚。这话咱一会儿还得回来说。然后就到了开头那一幕，第90分钟多，补时，瓦纳肯送球，卢卡库禁区左侧右脚一推，1-4。这是他今晚的进球，也是比利时盯死比分的第4个。说回这12年的老账，2014年世界杯也是16强淘汰赛，也是比利时对美国，那场球堪称经典。美国门将霍华德一个人封了神，整整一场扑了16次，直到今天这还挂着世界杯单场扑救的记录，谁都没能破。美国人本来做梦都想着靠他这神勇的一晚爆冷把比利时给掀翻，可就算霍华德扑成了那样，美国还是没扛住。加时赛，比利时连下2城，德布劳内先来一个，紧接着当时才21岁替补登场的卢卡库也进了一个，2-1。美国的格林在第107分钟追回一球，离扳平就差那么一哆嗦，终究没能续上命。那一晚，霍华德成了悲情英雄，卢卡库成了美国人的噩梦。12年过去，当年那个21岁的小伙子，如今熬成了33岁的老前锋，还是这个卢卡库，还是淘汰赛，还是他进球，又一回把美国给送回了老家。有些对手你12年都甩不掉，这支比利时的黄金一代，踢一届就少一届了。上一场从棺材里刨出来续了命，这一场4个球血洗东道主，老骥伏枥，这一点余晖是真好看。这场球该记住几个名字：比利时的德凯特拉雷梅开2度，外加一次助攻，一个人顶了美国半支队，当之无愧的全场最佳。瓦纳肯一个世界波加一次助攻，杀伤力拉满。老将卢卡库补时锁死比分，顺手还了12年前那个人情。美国这边蒂尔曼那记任意球是全场唯一的亮色，门将弗里斯开场连扑几球，本来挺神勇，可57分钟那一下低级失误，把前头攒的人品全赔了进去。守门员这行就这么残酷。说到底，美国今天到底输在哪儿？纸面实力差是一层，可更要命的是，
比利时是那种大赛里泡老了的队，知道啥时候该摁，啥时候该收。美国空有一身主场的劲，却全使在没用的地方，控着球却创造不出机会。这跟那通电话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球场上这道差距，电话拨不平。球踢完了，咱把镜头往后拉一拉，看见更大的事。这届世界杯是历史上头一遭，由3个国家一块儿办：美国、加拿大、墨西哥，3个东道主全在主场作战，地利战尽。结果呢，加拿大16强0-3输给摩洛哥，还是本届头一个出局的东道主。墨西哥16强在自家那座能塞下10万人的阿兹特克球场2-3输给英格兰。美国今天1-4办一届家门口的世界杯，图的就是在父老乡亲面前多走几轮，多留几场好球给自家人。这3家倒好，主场的热乎气儿还没散，就集体打包回了家。史上头一回3个国家联办世界杯，结果这3家伙伴一块倒在了16强的门槛上，连一个8强的席位都没能留住。这一幕搁东道主的历史上也算得上相当罕见了。顺便说一句，还没订阅老马的老铁，顺手点一下呗。想一场不落地，跟着看世界杯，就订阅加个铃铛，咱接着往下唠。再回头看看美国这场的总账，控球是56%对44%，美国还高一头，可打门7-15，打正2-7，进球1-4，控制球站着主场，还请着总统打了电话，最后被人拿一半的球权灌进去4个。这笔买卖横竖都是亏。说到这儿，老马想说句可能有点分量的话，也是今天这个标题的意思。比利时今天这场胜利，是对所有还相信体育精神的人的一场狂欢，也是对所有向强权下跪的射打犬儒们的一记响亮嘲讽。规矩让人踩了，没人替你出头，那就自个儿在场上用4个球把话给撂清楚。这事儿最后到底该咋看？老马不替你拍板，把两边的话都给你摆上。一边是欧足联、比利时足协，还有一大片球迷，气得直掉脚。规矩就是规矩，红牌停赛几十年都这么过来的，凭啥一通电话就给改了？这口子一开，往后谁权大谁说了算，那还比啥赛？另一边替这事儿说话的人讲，那张红牌本来就判的偏重，复核一下也不算太离谱。有意思的是，这场球开踢之前，网上出了个少见的景象。中立球迷平时最爱看的是弱队爆冷，小国掀翻豪门。可这一回一水的盼着比利时赢，倒不是有多不待见美国队，是不想让那通电话赢。如今4-1的比分摆这儿，这帮人也算是出了口气。老马就说一条，足球最金贵的就是那俩说一不二的公平，你踢得好就赢，犯了规就罚，场上不认别的关系，不认别人的电话。今天这4个球恰好把这条最朴素的道理又结结实实的摆回了台面上。至于这事儿最后到底该怎么评，交给你们评论区见分晓。比利时这边活着进了8强，下一个对手是西班牙，就是同一天1-0送走了41岁的 C 罗，把葡萄牙淘汰掉的那支西班牙，黄金一代的最后一舞，下一关就撞上块硬骨头了。西班牙什么水平？就是那种传控一起来能让你一整场都碰不着球的顶级豪门。比利时这帮老将想再往前走一步，怕是得掏出比今天更狠的东西。这场硬仗，老马到时候接着陪你唠。最后送大家一句老马自个儿都不那么喜欢的毒鸡汤，可放在比利时和美国身上，偏偏就刚刚合适。强者从不抱怨环境。觉得今儿这内容还中的老铁，顺手订阅一下老马这个百人大台。我是第一次看球的老马，咱们下一场见。